你可以再等我3天吗？等3天，我等你个大头啦！爱情发生在3天后，不是那种偶像剧式的那种悬浮的浪漫，它其实说的是一个人生会经历过的一些爱情，有年轻的岁月，有成长的痕迹，然后经过选择，在一起不见得圆满，分开不见得离开。汪衍这个人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做事情比较优柔寡断的一个人，他以为想很多会帮助他人生比较顺利，但其实好像有时候想更多反而一直在各种的遗憾以及悔恨当中这样。8年呢？你躲我躲8年呢？不应该吗，汪衍？我们认识不是3天3个月，是4年。汪衍也不是那么难沟通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现在你的意思是难沟通是我了哦。在某一个部分，她是有一点点像被惯着长大的公主。林佑主在看很多事情的角度，我真的觉得他有时候有一点太任性。他犯错你会舍不得骂他，因为你知道他根本没有那个意思。就是当他有一点呛，有一点做错决定的时候，总要有人可以拉他一把。林佑主，根本没有钱。然后说我是渣男，放开我的女人！就是爱情这件事情，在这个角色上面，它其实非常复杂。然后在这个平行宇宙里，我跟大家情感很浓烈，所以你从某些角度说，你可以说他渣，但是你从某些角度说，你又可以说他很专情。然后导演每一次在跟我们工作的时候，他都亲力亲为。你看到他跟我们沟通跟讲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进去每一个角色的内心。我常常就是被他感动。饰演豆蔻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跟孟耿如这个人很拉扯，就他做的很多事情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眼，为什么要这么爱记仇。我在看完剧本之后，对豆蔻这个角色的投射，我希望他的动作是自然而然发生的，不是设计出来的。但是在演的时候，我一直有一个很凶的表情，然后是我自己不知道我在演的时候原来这么凶。当在演小 B 的时候，其实我是蛮不舒服的，好像觉得我是最不幸运的那一个，就是没有办法去成为一个我心目中想要成为的那个演员。回到林哲熹的时候，也会觉得其实会多多少少会一直被影响，然后会回头去看自己现在的状况。对啊，就其实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这个。我最近好像变得很像处女座，我这个蟹配是双鱼座，突然间变得很像处女座。用酒精擦玻璃、擦镜子，其实很容易就很干净，然后一干净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好有成就感。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台词的部分，因为我平常不太吵架，就是讲话比较慢，因为我会思考说这句话你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，会不会伤到我们的感情。所以台词这部分我真的就是背得滚瓜烂熟，就是因为我怕情绪一来，然后那个词卡住就出不来，然后就会更愤怒。但没想到到了现场，导演还会改。最感动的应该就是最幸福的时刻，就是看到每一场戏，几乎每一场戏我都可以如愿以偿，这是当导演最幸福的，这也是最感动的。你干嘛跟我睡同一张床啦？你不对，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床哎。你的床了不起了，我又不是没睡过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冠廷，我来了。对，这部戏呢有爱情啊，而且他讲的爱情可能又有别于以往大家所看到的爱情。好好的，好好的。然后有青春啊，还有这么青春的青春，那你就会看到长大之后的无奈的无奈。可以不要再想3天，可以不要再让我等3天。对，有青春，有现实，还有这么一群就是可爱的演员们，然后还有这么优秀的导演以及制作团队，还有这么棒的编剧，哇，这一定要看的，这不用再多讲什么。离开你之后，我就一直在练习要果断一点，因为我知道有些事情真的不能等那么久。